王牌对王牌，关晓彤普及冷知识：武侠的鼻祖原来是墨子。在《王牌对王牌》第7季武侠专场中，开场的时候，关晓彤说古代武侠的鼻祖是墨子。这个说法让很多网友都觉得很意外，大部分人没有想到，那个在教科书上说出“志不强者志不达，言不信者行不果”的墨子，居然会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大侠。关晓彤的这种说法，其实是很多专家学者都非常认可的一个观点。早在上个世纪80、90年代，各类武侠小说最为流行的那些年，就有很多人在报纸、杂志上提出过这个观点。侠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《韩非子》中，书中对侠的解释是侠以武犯禁，国平养如侠。后来在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里面又出现了游侠、豪侠、气侠、轻侠等称谓，这些侠的特点都是重信义，更重是非判断，通常以强服弱，惩恶扬善是他们的行为准则。很多专家学者认为，侠兴起于战国时期，他们在思想上受到了墨家学派的影响。墨家在那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，一直主张赖其利者生，他们认为人们不相爱是天下一切祸乱的根源，并提出了兼相爱、交相利的改造社会的原则。墨家学派为了推行他们的主张，一直都不畏艰险，迎难而上，因此有了墨侠之称。在墨子镜上解释任侠的任是任是损己而益所为也，在墨子镜说上对任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，任为身之所恶，以成人之所及。墨家这种为义不必生死的崇义精神，对后来侠客重义轻生的气节有着重要的影响。侠出生于乱世，是世中的习武者，他们与学士、策士、术士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侠士常常是以义为出发点，以他们的武力作为行动手段。战国4公子，每人都有门客数千，其中不乏侠客，当时处于群雄逐鹿的状态，是在社会中的地位很高。所谓的适者存，是适者亡。侠士可以广泛的选择主攻，但是他们一旦遇到了知己，就会抱定必死的信念为其效命。比较著名的曹沫、专诸、豫让都富有这样的精神。到了秦汉时期，由于大一统的局面已经形成，侠士的地位开始大不如前，游侠也失去了自己的广阔天地，封建专制的健全限制了侠士的活动。侠士以武犯禁的特征严重不合乎最高统治者集权于中央的意愿，因此统治阶级必然要对这些侠士进行打压。而这一时期的侠士为了生存，也不得不寻找靠山，于是侠士渐渐地由为国解难，变成了替个人报仇解怨。直到唐代，侠士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。大唐的开国元勋里面，有很多人都曾是驰名于世的豪侠。李唐王室也是胡化程度很深的汉族地主集团，长期的民族融合让他们具有北方游牧民族尚无好侠的习气，而这也导致了许多贵族公子争相模仿，以侠客标榜自己，任侠也成为了一种英雄的标志。所以在唐朝流传下来的诗歌里面，歌颂游侠的就有百首之多。唐代的侠士层次都比较高，既有郭震、哥舒翰这样的将帅，也有姚崇、张说这样的文臣，还有李白、陈子昂、王之涣这样的大诗人。可惜的是，到了安史之乱爆发以后，唐朝开始一蹶不振，国力衰微，边防窘困，侠士也只能开始重新寻找出路。于是很多曾经的侠士成为了藩镇势力的爪牙。不过总的来说，在封建社会里面，对于处在卑微境地的劳动人民来说，能够惩恶扬善、扶弱济贫的侠士，往往还是除了圣明天子和清官廉吏以外，能够救民于水火的唯一希望。